10分钟读一本书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美国作家史蒂文·普莱斯菲尔德的一生之敌。你是否也有一个藏在心里的梦想，一个你真正想成为的自己，却总被明天再说我还没准备好的念头一遍又一遍地搁浅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，那么这本书将揭开这个终极对手的秘密，并告诉你如何彻底打败这个人生之敌，活出你真正想要的人生。第一部分，认清那个让你停滞不前的敌人到底是谁。朋友们，请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你下定决心要减肥，健身卡也办了，运动服也买了，结果第一天你告诉自己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开始吧。第二天你又想昨晚没睡好，状态不行，会受伤的。第三天朋友约你吃饭，你心想就放纵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就这样1个月过去了，你的身材毫无变化，内心却充满了懊悔和自我否定。或者你一直梦想写一本属于自己的小说，你构思了宏大的世界观，设计了迷人的人物，甚至连开篇第一句话都想好了。可是每当你打开电脑准备敲下第一个字时，一个声音就会冒出来，要不我先查了资料，把细节做得更完美，要不我先把桌子收拾干净，创造一个更有仪式感的写作环境。哎呀，我这点文笔写出来肯定被人笑话。结果你的文档永远是空白的，而那个伟大的故事只能在你的脑海里日渐蒙尘。再或者你想创业，想开启一项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你充满了激情和想法，但紧接着恐惧就来了。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朋友会怎么看我？家人会失望吗？我把积蓄都赔进去怎么办？于是你开始无休止地做市场调研，写了无数遍商业计划书，参加了各种培训，但就是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。是不是感觉每一幕都说到了你的心坎里？作者史蒂文告诉我们，那个阻碍我们的不是外界的困难，不是缺少天赋，更不是没有时间。那个真正的敌人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阴险力量。作者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内阻力。这个内阻力就是我们这本书要面对的一生之敌。它有几个非常狡猾的特点，你一定要记清楚。第一，它无形无影，却又力量强大。它就像你身后的一个影子，你一转身想抓住它，它就消失了，但只要你一往前进，它就立刻出现，死死地拖住你的后腿。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你去做任何能让你成长，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事情。你想健身，内阻力就让你犯懒；你想学习，内阻力就让你刷短视频；你想表达爱，内阻力就让你感到羞怯。第二，它一视同仁，对谁都公平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被内阻力折磨。作者说，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，比如那些伟大的艺术家、企业家、科学家，他们感受到的内阻力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强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梦想越大，你的潜力越高，内阻力的反扑就会越凶猛。它就像万有引力一样，是一种宇宙的基本法则。贝多芬在创作第9交响曲时，一定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阻力。乔布斯在发布第1代苹果手机前，也一定被恐惧和怀疑的内阻力反复拉扯。所以当你感到巨大的内阻力时，别害怕，这恰恰说明你正在做一件对你而言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三，他最擅长的武器就是合理化。内阻力非常聪明，他从来不会直接对你说别干了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不，他会伪装成理性和关心的声音在你耳边低语。他会说你现在开始太晚了，别人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成功了。他会说你看你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是安稳一点好，别折腾了。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充满了爱？但内阻力正是利用了这份爱来让你心安理得的放弃。所以朋友们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那个让你痛苦、让你内耗、让你停在原地的不是你自己，而是这个名为内阻力的阴险敌人。认清它是打赢这场战争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第二部分，战胜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职业选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对比一下业余爱好者和职业选手的心态和行为模式，你马上就明白了。业余爱好者是凭心情和灵感做事的，他们今天感觉来了就画2笔画，写2段字，明天没感觉了就心安理得的躺平。他们总是在等待那个所谓的缪斯女神的眷顾，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。他们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一种消遣，一种周末的点缀。他们很容易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，别人夸一句就沾沾自喜，别人批评一句就可能彻底放弃。而职业选手则完全相反。第一，职业选手是全天候工作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对教练说，教练，我今天没感觉，不想训练了，会发生什么？教练会说，感觉
什么是感觉？给我去训练。职业选手的工作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出现在他的岗位上，做他该做的事。第二，职业选手是为热爱而战，而不是为掌声。业余爱好者总在想，我这样做别人会喜欢吗？能得到认可吗？能火吗？能赚钱吗？而职业选手只专注于一件事，把活干好。他们尊重自己的手艺，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艺。他们知道外界的评价是他们无法控制的，他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投入和产出。第三，职业选手懂得如何与恐惧共存。内阻力最大的武器是恐惧，而职业选手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承认恐惧，但绝不屈服于恐惧。作者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：职业选手知道恐惧是好事，恐惧就像一个指南针，它永远指向我们内心真正渴望成长的方向。你越是害怕做一件事，就越说明你必须去做它。当你感到恐惧时，不要逃跑，而要把它当成一个信号。嘿，就是这儿了，我人生的下一个战场就在这里。然后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，迎着恐惧冲上去。第四，职业选手拥有强大的纪律性和仪式感，他们建立自己的工作仪式。比如，作者每天早上都会穿上特定的工作服，准时走进他的书房，坐在固定的位置，这就是他进入战场的仪式。海明威每天站着写作，村上春树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，这些都是他们的仪式。这种纪律性和仪式感能帮助我们对抗内阻力的诱惑。当内阻力说再睡5分钟吧，你的纪律会说不行，我的工作时间到了。当内阻力说刷会儿手机放松一下，你的纪律会说不行，先完成今天的任务再说。第五，职业选手会设定每日可达成的小目标。作者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页面数量。他每天的目标不是写出传世之作，而是写满固定的页数。不管写得好不好，先完成再说。因为你无法编辑一个空白的页面，但你可以编辑一个糟糕的初稿。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。你想学画画，那就每天画一幅，哪怕只是简单的线条练习。你想健身，那就每天做10个俯卧撑，哪怕你能做100个。重要的不是强度，而是持续性。所以朋友们，你想战胜那个一生之敌吗？那就从今天起，别再把自己当成一个业余爱好者了。无论你想做的是什么，写作、画画、健身、创业、学一门乐器，请用职业选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制定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，每天坚持投入哪怕1个小时。不要等待灵感，而是用行动去创造灵感。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而是尊重你正在做的事。第三部分，当你赢得战斗，你将获得意想不到的神秘奖赏。当你真正像一个职业选手一样，日复一日的与内阻力战斗，并且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它时，一些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当我们通过强大的自律和持续的努力，战胜了内在的内阻力后，我们就会为灵感和创造力打开一扇大门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一个困扰你很久的难题，在你坚持不懈的思考和尝试后，突然在洗澡时或是在散步时，答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，清晰的让你自己都感到惊讶。那些伟大的作家，他们经常说，写到后来，感觉不是自己在写，而是书中的人物在借着他们的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那些顶尖的运动员在关键比赛中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，感觉时间变慢了，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，仿佛是身体的本能，而不是大脑的指令。科学家们把这种状态叫做心流体验，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最佳表现状态。但作者用了一个更诗意的说法，这是天使在通过你工作。这种奖赏不是金钱，不是名誉，而是一种与更宏大的力量连接的深刻喜悦。你会感觉到你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在苦苦挣扎，而是成为了一个管道，一股创造性的能量正在通过你流向这个世界。这股力量它与内阻力这个魔鬼是完全对立的。当我们选择安逸，选择拖延，选择放弃时，我们是在和魔鬼为伍；而当我们选择纪律，选择行动，选择迎难而上时，我们就在召唤天使的到来。更神奇的是，作者还提到了一个现象，当你真正开始职业化的对待你的工作时，整个宇宙好像都会来帮助你，机会会突然出现，贵人会不期而遇，资源会神奇的聚集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因为当你真正专注于一件事时，你的敏感度和行动力都会大大提高，你更容易发现和抓住那些本来就存在的机会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奖赏，就是内心的平静和充实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被内阻力折磨的日子，那些拖延和自我怀疑的时刻，其实是最痛苦的。当你开始像职业选手一样工作时，即使过程很辛苦，你的内心却是平静的，因为你知道你正在走在正确的路上，你正在成为那个你本来就应该成为的人。这种内在的一致性
这种知行合一的状态会给你带来深深的满足感。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也不再被别人的评价所困扰，你有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。所以《一生之敌》这本书，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人生真相：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战争，并非发生在外部世界，而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。最后，分享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阅读：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两种人生，一种是我们正在活的人生，另一种是我们渴望去活的那个未曾活出的人生。而横亘在这两种人生之间的，就是内阻力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